如果你真知道一个人能够不看车就能诊断车辆故障的，好，你去找他，你把他死，你留着我。经常在留言里边呢，看到大家问一些关于自己车故障的问题，比如说我这个车出了一个故障码，应该怎么修？我这个车出了一个异响，应该怎么修？其实呢，我不是不想给大家解决，也不是晾着大家没看到，我都看到了，很无奈。真正的汽车维修、汽车故障诊断不是这样的，没有办法不看到车就对一个车的故障进行判断和总结。如果你真知道一个人能够不看车就能诊断车辆故障的，好，你去找他，你把他死，你留着我。当然这是玩笑话啊，不过对于汽车故障诊断呢，我从事了20多年，真心的跟大家说，一线的工作没有那么简单，每一个车辆的故障都有它的个性化存在，而每一个故障它的现象可能一样，但是造成的原因不一样。同样，不同的车型故障的点可能一样，故障的现象也可能各种各样。因此上呢，我们在诊断汽车故障的时候都是有这么几条原则啊。第一，你要先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故障啊，别回头是正常的，你还修半天，又耽误时间，又浪费维修成本啊，最后发现是正常的。你比如说40摄氏度时候你使用空调，它的降温状态就是没有30摄氏度的时候降温状态好啊。另外呢，有一些车型固有的原因，这方面的性能就是一般，不如其他的车。第二个原则呢，你要了解到你这个车的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组成的，结构是什么样，你怎么修啊？蒙着来。不幸的是呢，确实是有一部分的一线维修人员是蒙着来的，这就造成了不同的维修厂维修能力是不一样的。第三呢，就是诊断故障一定要有思路，这套系统有的安装在表面，有的安装在里边，有的拆起来简单，检查起来比较方便，有的呢犄角旮旯特别费劲，你才能拆到。我们检查的原则就是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来进行的。你不能上来这个问题在面上就能看到的，有一个在犄角旮旯拆了一表台才能看的，你不能上来就拆一表台，对吧？这个是有一个顺序性的。第四呢，你就是要有一定的思路，这个思路其实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一个问题啊。面对故障，我们怎么去理清一个思路？那其实这个思路问题呢，每一个车型、每一个故障它是不一样的啊，每一个人他也不一样。这个思路大家就可以理解为是一棵大树，它有梗概、有分支、有树叶儿。那么作为一个技术人员，你怎么能够顺着树干往上爬，顺到树枝摘到你那片需要的叶子呢？那就得需要专业的训练和长时间的一线工作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析分析空调系统，如果你制冷的状态不好，怎么能有一个好的思路去判断？当然，因为有一些部分呢比较复杂，在这儿不多说，我跟大家聊的都是基于车主能听懂的。说白了，你听明白了，按照我的思路去分析一下车，即使自己操作不了，到了修理厂跟师傅一说，师傅也能够马上的为你诊断出问题所在。空调状态不好呢，不制冷，不是说上来就加氟上来就清水箱，不是的。上来你坐在驾驶室里面，把风调到最冷，吹脸，风量调到最大，你去感觉一下，它是没有风啊，还是风小啊，还是风的温度不够？这就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方面啊，比如说根本就没有风，那我的鼓风机或者空调系统可能就完全不工作。如果说有风，但是风小，那可能是鼓风机的转速不够，或者是空调风道里面有堵塞的，比如说蒸发箱堵塞，比如说空调滤芯的堵塞。那这时候我去搬动一下室内外循环的开关，如果室外循环风小，室内循环风大，那说明在室外循环的进风口会不会有一些问题，比如说被杂物啊、被树叶挡上了。这些信息呢，作为车主咱们自己也能检查。再有大家要注意呢，就是吹冷风的时候一定要调到吹脸，因为冷气往下走，而且人遇到了特别热的情况，头先凉了就冷静了。相反，如果说是冬天我们需要暖风，那么要调到吹脚，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，同时人脚暖和了，那整体的人也就开始慢慢的暖和起来了。那么风向也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能不能调到吹脸，别回头制冷我一直吹脚或者一直吹风挡，那这时候它的制冷效果或者说人感觉到的降温效果就不好。这些呢都是和室内有关的。那么如果风量足够，调节的位置也对，还是不冷，
那么你就要感觉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不是不够低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暴晒了很长时间，车内温度40-50度，你马上开空调它不会降低的。这个一般你要开起来，比如说开个5分钟，整体发动机的运转已经合适了，而且呢，空调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它的出风口温度应该逐渐的下降。这时候如果调到最冷，那它应该能感觉到冰手的这种感觉，甚至如果到比较潮湿的地方，你会看到喷白雾，出风口会结露，这样呢是正常现象。如果根本吹的就是热风或者是自然风，那说明冷源没有，冷源没有。那么我们就要去检查发动机舱里边的这些散热或者空调系统的部件。那么我们可以检查一下，就比如说我在开压缩机，也就是 AC 开关的时候，发动机的转速有没有提升啊？如果发动机转速没有变化，那说明压缩机根本就没介入工作，而且电脑没有收到压缩机工作的信号。那你就要去检查是不是按钮的信号有问题，或者说空调工作的条件没有达到。我们说到空调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水温不能高，空调的压力不能过高或者过低，蒸发箱的温度不能过低，它是检测结冰的。然后室内的温度不能错误，比如说你室内很热了，但是室内空气的温度信号，这个传感器给电脑的是一个错误信号。室内40度，它给过去的信号是一个10度的信号，传感器说了假话，那按照错误的信号去控制，肯定是这个结果。当然这些呢都是需要专业人士去验证的啊。那么如果我们开 AC 以后，发动机的转速有变化有波动，那同时呢能听到一些噪音，比如说电子扇工作的声音，比如说空调泵吸合的声音，这个可能中低端车听得比较明显啊，高端车听得就不明显啊。当然它转速变化呢，也就是为了空调结合以后发动机的状态能够更好，它要提速，维持住它的发动机平稳工作。那么这时候还是感觉不到凉，有可能压缩机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然后又牵扯到我们经常会说到呢，是不是缺了制冷剂啦？会不会前面散热不好啊？会不会管路有一些泄漏、有一些堵塞呀？等等这些再去真正的去查。那么关于空调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说的就到这儿啊。至于空调系统的原理，我有视频，咱们可以去翻一翻啊，复习复习，在我主力页里边搜索空调系统，那大家都能搜索到。好，今天呢跟大家说2点：第一，车有问题，赶快去专业地方维修，不要在线等，在线给你的答案只能是模棱两可的。第二，诊断是有思路的，今天给大家简单的捋了一下空调系统不制冷的思路。如果大家遇到了空调不制冷，在这个夏天里，可以简单的去利用这个方法分析一下，自己搞不定了，再去找专业的地方去维修，好吧？今天没有用的知识呢，跟大家就聊到这儿，希望我给大家说明白了。好，咱们下回接着聊，拜拜。